我叫关虎，是个刑警。3天前，我有了个新外号——被泼红酒的男人。事情得从那个周末说起。我迟到了2个小时，赶到涅槃酒吧时，前女友叶菲菲已经喝了3杯香槟。她微笑着把腕表怼到我脸上，然后端起红酒，一滴没剩地泼了过来。那瓶酒2300，刷爆了微信余额，还抵押了挺官证。酒吧老板叫张彦铎，穿得跟法餐主厨似的，发酒杯的动作比我验尸还仔细，笑眯眯地收了我的钱包。不急，不是高利贷。我正心疼那件新买的衬衣，电话就响了。搭档江开的声音急得像着火。燕关路长源小区跳楼案，快来！等我接了张彦铎的毛巾擦干脸，又接了出租车费，赶到现场看到的景象让我酒醒了一半。死者是个20出头的女孩，穿着汉服躺在草坪上，但诡异的是她脸上带着笑，嘴角微微翘起，像是在做梦，身体扭成一个我只有在瑜伽馆才见过的弧度，右手枕在颈后，左手放在头顶，长裙撩到脚踝，赤着脚。法医舒青燕穿着红裙子，站在旁边，比我这个喝过酒的还像来度假的。门窗反锁，阳台有他的脚印，空调设到18度。他翻着尸检报告，没有适应行为，没有吃药，没有搏斗痕迹，但他笑得这么开心，我只能解释为此前心情很好。我蹲下来仔细看，女孩叫陈小平，舞蹈学院应届生，正准备出国深造，前途一片大好的人，为什么要跳楼？更奇怪的是，她的脚底那双本该娇嫩的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。舒青燕说，那是常年练武留下的。我抬头看向6楼的阳台，她踩着凳子爬上栏杆，然后纵身一跃，整个过程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。收拾遗物时，我们在他枕头下找到一张打印纸，上面画满了奇怪的符号，像花又像字，说不清是什么。鉴证科的小柯研究了3天，说这不是密码，是某种古文字，但电脑解不出来。他敲着键盘，太碎了，没有规律。我盯着那张纸，又看看女孩死时的姿势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她不是在自杀，而是在跳舞，一支旋转在空中的死亡之舞。就在我准备深入调查时，上头来了命令：3起自杀案立刻结案。3起，我明明只接手了1桩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在我被泼红酒的那个晚上，还有2个人用同样的姿势笑着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而他们的共同点是一个叫神仙月淘淘的聊天室，那里的版主 ID 叫莫高，那个叫莫高的人此刻正坐在我对面，而我还不知道3天后我会为他挡1颗子弹。我结案通知下来的那天，我发现自己同时被3具尸体盯上了。陈小平之后，第2具尸体出现在丽江桥下，死者叫许英杰，19岁，刚过完生日。凌晨大雨，他从3层高的桥上跳下，脑袋磕在碎石上。等我赶到时，他的身体已经扭曲得像张柔柔的纸，但嘴角跟陈小平一样带着笑。见证人员说他是当场死亡，没有挣扎，但他双手搭在胸前，10根手指弯曲着。我翻开他的手掌，老茧，厚厚的干裂的老茧。19岁的穷学生手上却留着常年干重活的痕迹。他的出租屋家徒四壁，冰箱里只有半袋过期面包，床单洗得发白，唯一的奢侈品是半年前的一张车票。目的地敦煌。第3具尸体死在自家客厅，死者叫王焕成，56岁，前化学系教授。他杀了自己的妻子，砍了7刀，然后打开煤气，躺在书房里等死。我到现场时，空调开到了15度，他妻子的血流了一地。王焕成的死状更诡异，他半跪在地上，身体弓起，双手扭在腰左侧，像是在敲什么东西。指甲缝里有白色粉末，不是粉笔灰，是另一种东西。他身下的地板上画满了化学方程式，但舒青燕说，那些方程式中混着跟陈小平枕头下一模一样的符号，他用方程式掩盖真正的密码，到死都在算计。我把3张现场照片并排放在桌上，陈小平仰面躺在草坪上，右手反枕颈后，左手放在头顶。徐英杰双手搭在胸前，手指弯曲。王焕成半跪着，双手扭在腰侧。他们不是在自杀，是在摆造型。我调出陈小平的获奖照片，那是他跳的飞天舞，弹琵琶的，吹横笛的，摇腰鼓的，3个姿势正好对应3个死者。陈小平弹琵琶，许英杰吹笛子，王焕成敲腰鼓。有人把他们变成了壁画上的飞天。我开始查神仙乐淘淘，那个聊天室里有个叫莫高的人，经常发一些免费旅游的信息。陈小平去过，许英杰去过，王焕成也去过。但我去查那家旅行社时，被告知根本没这回事。就在我准备深挖时，有人半夜在公交车上对我动手，拳头扎进肩膀的瞬间，我意识到一件事，这不是自杀案，这是灭口。倒下的瞬间，我看到一张脸，那张脸我在陈小平的葬礼上见过，也在许英杰的出租屋外出现过。他正对着我笑，像在看一个死。我被扎了一针镇定剂后，我在自己家里醒来，旁边坐着那个酒吧老板张彦铎，正用我的杯子喝红茶。醒了，你的车胎爆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有带钥匙。我懒得跟他掰扯，手机上有37个未接来电。谢凌云跑了。谢凌云，华星报社的新人记者。我第一次见他是在陈小平的案发现场，他躲在公寓后面偷拍。第2次是在丽江桥，他穿着鉴证科的制服，被我当场识破。第3次是在医院，他被车撞了。醒来后直接跳窗逃跑。江开说，他的出租屋里贴满了死者的照片，陈小平、许英杰、王焕成，还有另外5个过去3年里陆续自杀的人，姿势都一样。墙上还贴着神仙乐淘淘的 ID 名单，小云和莫高2个账号都是从他的 IP 登录的。我们要抓他。小百叶在电话里说，他可能是连环杀人犯，但我不这么觉得。我去了谢凌云的出租屋，墙上确实贴满了照片，但那些照片不是炫耀，
是记录。每张照片旁边都有手写的笔记、时间、地点、死者的身份。他们去过敦煌的日期。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合照，照片里的女孩穿着校服，对着镜头比 V 笑得没心没肺。旁边是她妈妈张彦铎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他很正常，变态杀人狂不会把家人的照片放在办公桌上。”他走到墙边，拿起红笔，在那些图形上画了一条长长的红线。那些图我之前都见过，陈小平的枕头下、许英杰的口袋里、王焕辰的方程式中都有他们的身影。这些不是咒语。张彦铎画完最后一笔，地图红线蜿蜒曲折，从第一张图连到最后一张图，自西向东，一直延伸到墙壁的边缘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条线的终点是敦煌。我盯着那条红线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：谢凌云不是凶手，他是在追凶，而真正的凶手正等着他去自投罗网。就在这时，叶菲菲打来电话，她声音发抖：“关湖，我学姐被飞天召走了，她说她要飞天了，让我陪她。我被她打晕了，醒来她就不见了。”你学姐叫什么？栾京空乘飞国际线的，她去了敦煌。我挂掉电话，抬头看张彦铎，他已经换好了墨镜，站在门口等我。这次去哪儿？敦煌。他笑了，那个笑容让我后背发凉，因为那不是一个酒吧老板该有的表情，那是一个早就知道终点在哪里的人，终于等到旅伴时露出的微笑。我去敦煌的飞机上，张彦铎就坐在我旁边。真巧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他没回答，递给我一袋刚烤好的小甜球。叶菲菲也在这架飞机上，穿着空姐制服，推着餐车过来。她往张彦铎杯子里去咖啡，然后无视了我递过去的空杯子。栾青给我发了3封邮件，第一封说到了敦煌，第二封说找到了小云安排的酒店，第三封说明天我就要飞天了。等我们赶到酒店时，已经晚了。栾青穿着白裙，趴在酒店门口的地上，她的头歪向一边，脸上有血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角没有笑，表情不是安详，而是惊恐。她是被推下来的。我挤进人群假装救人，从她紧握的手心里摸出一颗纽扣，白色的小花扣跟谢凌云衬衣上的花纹一样。我冲上楼，5楼尽头的房间门虚掩着，我一脚踹开，枪口对准屋里。谢凌云站在墙边，呆呆地看着满墙的飞天图片。他转头看我，眼神空洞的像刚醒过来。栾青呢？就在这时，警察冲进来了，他们二话不说就给谢凌云戴上手铐。谢凌云突然发难，踹倒一个警察，夺路而逃。我护着叶菲菲跑下楼，迎面撞上更多的警察，他们举着枪大喊着站住。张彦铎从3楼跳下来，砸在一辆厢型车上，翻身落地，他的眼睛碎了一片，额头上流着血。我们钻进一辆突然冲出来的警车，开车的是谢凌云借的车，回头会还。车开出市区，驶向戈壁。谢凌云开始讲他的故事。3年前，他父亲林展鹏来敦煌考古，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洞窟，那里的壁画跟其他莫高窟都不一样，飞天像是活的。父亲兴奋地给他打电话，说要跟朋友一起去考察，然后他失踪了。个朋友叫尚永清，是警界的鉴证专家，也是父亲的旧识。父亲失踪后，尚永清拿走了他所有的研究资料，然后出了一场车祸，他双腿瘫痪，从此闭门谢客。谢凌云不信，他开始自己查。3年里，他无数次往返敦煌，认识了当地向导萨拉，也发现了神仙乐陶陶的秘密。他把车停在戈壁边缘，那个聊天室里有人用我父亲的研究成果做诱饵，他们用飞天的传说把缺钱的人骗来敦煌。然后他没有说下去。远处一辆越野车朝我们驶来，萨拉从车窗探出头，黝黑的脸上带着笑。等你们很久了。我看着他总觉得哪里不对，直到张彦铎在我耳边轻声说机场见过他。谢凌云家墙上的照片里，他出现了3次。我开始明白，这趟沙漠之旅不是寻宝，是收网。但我不知道的是，那张网不只是为我们准备的。张彦铎的右手已经悄悄握住了车门把手，早就知道这场戏的导演此刻正坐在我们身后。我进入戈壁的第1天晚上，我看到了飞天。那是凌晨2点，我睡不着，掀开帐篷往外看，远处的天空突然亮了起来，一道道人影在光芒中浮现，衣带飘飘，手捧莲花，在半空中且舞且动。他们弹琵琶，吹横笛，敲腰鼓，姿态跟陈小平死前一模一样。我拿起手机就拍，拍完了再看屏幕上只有黑漆漆的戈壁和停在旁边的越野车。第2天，沙尘暴了，能见度不到5米， GPS 失灵，指南针乱转。萨拉说我们迷路了。现在有2条路，我带你们出去，或者继续找洞窟。谢凌云没说话，但他的手紧紧攥着那张地图。往前走，我昨晚看到飞天的方向就是这边。张彦铎从后座探过来，一巴掌把地图拍在我脸上。直觉你改行当神棍得了，往那儿走。萨拉犹豫了一下，照做了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张彦铎一直在闭眼，他的眉头皱着，额头渗出冷汗，脸色白得吓人。左拐直走，绕过那块石头。每一次萨拉都照做。傍晚，车停在一座山壁前，黄沙飞舞，夕阳余晖照亮了山壁上的图案。那是飞天，成百上千的飞天从山顶一直画到山脚。谢凌云第一个冲下车，他站在山壁前仰着头，眼泪流下来。12身飞天，这是西魏的。我转头看张彦铎，他靠在椅背上，脸色惨白，但嘴角带着笑。你怎么找到的？他没回答，只是伸手扶了扶歪掉的眼镜。
我想起他之前在谢凌云家墙上画的那条红线，那条自西向东蜿蜒曲着的红线，跟我们现在走过的路一模一样。他早就知道路线，但他没说，因为这条路的终点不是飞天洞窟，是陷阱。我正要开口，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站在洞口，手里握着那把半尺长的弯刀，他的身后跟着6个壮实的男人。谢谢你帮我们带路，也谢谢你帮我找到这里。萨拉姐，你说什么？萨拉没回答。都干掉，别弄脏壁画。枪口对准我们的瞬间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：张彦铎这个混蛋，他早就知道，但他还是把我们带来了。可是下一秒，他做了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动作，他挡在了我前面。子弹打在他肩膀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，像是在说：别怕，有我在。我被枪指着头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张彦铎，你最好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但那家伙靠在车里，脸色白得像纸，根本没打算下车。枪声响起的瞬间，我一把拽过去，滚到一堆竹简后面，子弹打在壁画上，炸开一片碎屑。那是文物，命都没了，还管文物？我把它按在地上，顺手抄起一捆竹简，砸向最近的那个人。竹简散开，灰尘弥漫，那人捂着眼睛嗷嗷叫。我趁机冲上去，一拳撂倒他，夺过他手里的枪。但对方有6个人，我只有2把枪，3个弹匣。叶菲菲躲在铜像后面，手里攥着那把手枪，抖得像筛糠。谢凌云从背包里掏出弩弓，搭箭上弦，瞄准对面的萨拉。你先走。那你呢？我是警察。话音未落，萨拉冲了上来，他手里的弯刀在昏暗的光线中划出一道弧线，直奔谢凌云。谢凌云举弩格挡，刀锋擦着他的脸颊掠过，飘下一缕头发。我开枪打中一个男人的腿，转身去救谢凌云，却被2个人同时扑倒。他们骑在我身上，一拳接一拳砸下来，那脸很快就肿了，嘴里全是血腥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影从洞窟深处冲了出来，他一身黑衣头，脸包得严严实实，手里甩着一根甩棍，冲到离我最近的那个男人身后，一棍子砸在他后颈上。那人连叫都没叫，直接瘫软在地。另一个男人松开我，掏枪就射，黑影侧身躲过，甩棍横扫，正打在他手腕上，枪飞了，手腕断了。那人惨叫着退后，萨拉放开谢凌云，举刀冲向黑影，黑影不退反进，甩棍直刺他面门。萨拉挥刀格挡，却被他抬腿踹在小腹上，整个人飞出去，撞在壁画上，壁画裂了。谢凌云又尖叫起来，走。他的声音很奇怪，嘶哑低沉，像金属摩擦，但我还是听出了那个语调，那种永远不急不慢，永远带着点嘲讽的语调。张彦铎，他没让我说完，一把推开我，挡在我和萨拉的枪口之间。身体一震，左肩炸开一朵血花，但他没倒，他直直地看着萨拉，手里的甩棍换成一把匕首朝他掷过去，匕首插进萨拉的肩膀，枪掉在地上。我冲上去，一拳把他打晕。回过神来，整个洞窟都在晃，壁画上的飞天在光芒中开始舞动，衣带飘飘，像活了一样。谢凌云呆呆地看着，忘了逃跑。走。叶菲菲还在里面，我来。他转身冲进浓烟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想起刚才那枪，他明明可以躲，但他没躲。他替我挡了那颗子弹。3分钟后，他背着叶菲菲冲了出来。我们刚跑出洞窟，身后传来轰隆巨响，整座山壁塌了。凌云站在洞口，呆呆地看着废墟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。我转头看张彦铎，靠在车上，左肩的血已经浸透了半边衣服。他看着我，嘴角扯了扯，像是想笑，然后他晕了过去。但在他倒下的瞬间，他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：别信任何人，包括我。我从沙漠出来后的第3天，我还没睡着，闭上眼就是那个洞窟，飞天的影子，枪声，还有张彦铎替我挡的那颗子弹。子弹穿过他的肩膀，留下一个血洞。医生说再偏2厘米就打穿动脉了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替我挡，他躺在病床上，笑眯眯地说：你是警察，死了的话，这案子谁查？我不信。出院后，他回酒吧继续当他的老板。我回警局写结案报告，案子结了，走私团伙落网，萨拉被捕，他供出了尚永清。没错，那个双腿瘫痪的鉴证专家，林展鹏的旧友，我们之前请教过的密码专家，他才是幕后黑手。萨拉的供词里说，3年前林展鹏发现了那个洞窟，兴奋地打电话给尚永清，2人一起进沙漠考察，但在如何处理文物的问题上发生争执。尚永清推了林展鹏一把，林展鹏撞在石头上死了。尚永清拿走林展鹏的研究资料，逃出沙漠，途中出了车祸。那场车祸让他双腿瘫痪，但也让他躲过了怀疑。后3年，他一直躲在那栋别墅里，研究那些从洞窟带出来的古书。他破译了飞天密码，发现那些图形其实是地图通往洞窟的地图，但他找不到路，因为他没有林展鹏的记忆，所以他让萨拉在网上开聊天室，用免费旅游的噱头把人骗来。缺钱的、好奇的、想发财的那些人都成了他的探路使。他们带着复印的地图进沙漠，有的死在半路，有的侥幸回来，带回了洞窟的消息。尚永清就这样拼凑出了完整的地图，而那些回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自杀了，因为他们看到过真正的飞天。他们死的时候都在笑，尚老师说那是飞升的前兆。我看着他的脸，突然想起陈小平躺在草坪上的表情，那个笑容原来不是解脱，是向往。我拿着供词去找尚永清，他还住在郊外的别墅里，坐在轮椅上，笑眯眯地接待我。桌上的古书少了几本，
书架上那个残缺的本子也不见了。关警官又来借书，我把供词拍在他面前。那个女人的话能信吗？她为了减刑，什么说不出来。林展鹏的女儿已经认出了那把剑，那又怎样？剑上有我的指纹吗？现场有我的 DNA 吗？我研究剑证几十年，比谁都清楚什么叫证据。关警官，你手上有什么？我握紧拳头，说不出话。没有，所以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我逍遥法外。我离开那栋别墅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张彦铎站在门口等我。你早就知道是他？他没回答。你故意让萨拉带我们去洞窟，就是为了让他以为地图找到了，以为飞天梦可以实现了，然后你在他行动的时候布置了别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他转过头看我，眼镜片后面的眼神很平静。关虎，有些事法律解决不了。我没再问。那天晚上，尚永清死了。他从20层楼的天台上跳下去，死之前，他说他看到了真正的飞天。可是当我赶到天台时，张彦铎正站在栏杆边，他的左肩缠着绷带，脸色苍白，他在笑。那个笑容让我毛骨悚然，因为尚永清坠落的位置刚好在。我在尚永清死的那天晚上，我也看到了飞天。别过来，再走一步，我就推他下去。我停下来，举起双手，谢凌云站在我身后，屏住呼吸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可以看到最后一次飞天。什么飞天？那就是幻觉。你不懂，你根本不懂。我研究这个20年，我知道什么是真的。我见过飞天，在我出车祸昏迷的时候，他们围着我跳舞，保佑我活下来。他们选中了我。我往前迈了一步，站住！你放了他，我来当你的人质。你不是想让更多人看到飞天吗？我是警察，我的命比他的值钱。张永清愣了一下，张彦铎转头看我，眉头皱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天台上突然亮了起来，光芒从天而降，一道道身影在光中浮现，衣带飘飘的飞天，捧着莲花，弹着琵琶从天而降，他们围成一个圈，在半空中舞动，姿态优雅，神情庄严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！他的手松开了张彦铎，张开双臂迎向那些光芒中的身影。我冲上去，一把抓住张彦铎的胳膊，他半个身子已经悬在空中，被我死死拽住。谢凌云扑过来抱住我的腰，拼命往后拖。尚永清没回头，他张开双臂，纵身一跃，他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像一只扑向光明的飞蛾，光芒在他周围闪烁，飞天们似乎伸出手想要接住他，然后他坠落下去。我趴在栏杆上往下看，他的身体在夜色中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黑暗里。张彦铎被我拽上来，摔在天台上。你说的对，每个人的一生总会遇到几次幸运的事。我转头看对面的双子楼，天台上一道白色的身影正在收拾东西，那是叶菲菲。你让他在那边呢？是。那些光呢？是他放的幻灯。那飞天呢？张彦铎没回答。我跑到对面的天台。怎么样？我跳得不错吧？那些飞天是你一个人？对啊，就我一个。老板说这是机密，我谁都没敢说。我愣在那里，一道光，一个人，怎么能跳出那么多身影？这弹琵琶的，吹横笛的，捧莲花的，他们明明不一样，明明在同时舞动。我回头看对面，张彦铎站在天台上，正在整理被扯皱的衣服。远处的夜空中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闪烁，但我眨了眨眼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直当我低下头，我看到自己的手心里多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只有3个字：别回头。尚永清死后的第7天，我去了涅槃酒吧，店里还是那么冷清。张彦铎穿着那身白围裙，站在吧台后面擦酒杯。小薇趴在收银台前敲电脑，看到我来，暧昧的笑了笑，背起包就跑了。店里只剩我们俩。我翻过吧台，跳进里面，站在他面前。脱衣服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打开抽屉，拿出2沓钞票。你要不要考虑劫财？脱衣服。你心情不好，让你脱你就脱。他放下酒杯看着我，过了几秒笑了。行，但你得先告诉我为什么。在洞窟里，那个黑衣人替我挡了一枪，子弹打在他左肩。如果那个人是你，你的左肩应该有伤。他没说话。如果不是你，我道歉。如果是你，我想知道为什么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始解扣子，制服脱掉，衬衣脱掉，左肩露在我面前，光滑的皮肤，没有任何伤痕。我愣住了，不可能，我明明看到子弹打在他左肩，血溅到我脸上，亲手给他包扎。那块纱布是我从急救箱里翻出来的。他看着我，嘴角带着笑。关警官，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我没说话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就在这时，门上的铜铃响了。叶菲菲站在门口，穿着高跟鞋和长裙，化着精致的妆。她看着我，又看看光着上身的张彦铎，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我张嘴想解释，张彦铎抢先一步，一脸沉痛地说：是关虎逼我的，他打我，还让我脱衣服。叶菲菲的目光在我和他之间转了转，然后他抄起吧台上的红酒，全泼在我脸上，酒水流进眼睛，火辣辣的疼。我捂着脸，听着他的高跟鞋声远去。等我能睁开眼，张彦铎已经穿好衣服，靠在吧台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你故意的？没有，我只是陈述事实。你肩膀上没有伤。他把酒杯递给我，你可能真的记错了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灯光下那双眼睛的颜色有些奇怪，像琉璃，
又比琉璃暗淡，那表情还是那么欠揍，笑眯眯的，让人想打一拳又下不去手。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你，我说，我只是想跟你道声谢。还有，那天在洞窟里，我不该扔下你冲回去，但如果当时是你被困在里面，我也会回去救你，因为我是警察。他的笑容顿住了，我转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铜铃响起的时候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笑。等我跑出酒吧，追上叶菲菲的出租车，把车门堵住，他才告诉我一件事，是老板让我去的。他说他2天前就让我准备那些东西，他说可能会用到。2天前，那时我们还在沙漠里，那时尚永清还没死，那时张彦铎已经被铐在天台上，命悬一线。他已经安排好了叶菲菲的飞天之舞，他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回头看向酒吧的方向，灯火通明的玻璃窗后面，张彦铎站在吧台前，正在擦拭酒杯，那动作那么从容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但我知道有件事我还没弄明白，他肩膀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消失的？还有，他为什么在笑？那个笑容里藏着太多我不想知道的秘密。我暗自结了，生活回到正轨，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叶菲菲再也没来过酒吧，她说她跟我不熟，我说我们才交往过3个月。他说那3个月是他人生中最浪费时间的一段时间。我闭嘴了。谢凌云回了报社，临走前来酒吧喝了一杯，说那柄短剑他没舍得交给警方，我父亲的遗物。他说说不定有一天我还能找到他。张彦铎继续当他的酒吧老板，我偶尔去喝酒，他偶尔请我喝一杯，我们的关系好像又回到了最初，他是老板，我是客人，仅此而已。但我知道不是。那天晚上店里又只有我一个人，张彦铎在吧台后面调酒，我在老位置坐着看手机里的照片，从陈小平开始到尚永清结束，11个人用11种不同的姿势跳完了同一支舞。还在想不通，尚永清为什么要杀那些人？他已经有地图了，不需要他们了。因为他们见过飞天，见过真正的飞天的人，不会想留在这个世界。他们每天都在向往那一天，尚永清只是帮他们提前实现愿望而已。那你呢？你见过吗？他没回答。灯光下，他的侧脸很安静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，打开翻到夹层里那张发黄的照片，2个小孩穿着汗衫短裤，一个趴在另一个背上，趴着的那个笑得很开心，露出缺了门牙的嘴。你看，这是我跟我哥，我6岁，他8岁。那年夏天，我们在乡下老家，他背着我下河摸鱼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后来他被人拐走了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张彦铎接过照片看了很久。你哥叫什么？张叫什么我不记得了，那时候太小，我只记得他戴着眼镜，比我瘦，但力气很大，能背着我跑很远。他没说话。你肩膀上的伤到底是怎么弄的？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。关护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哥还活着，现在会是什么样？我想了想，可能会认不出我。30年了，我们都老了。如果他能认出你呢？那他应该来找我。也许他找了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我盯着他的脸，灯光昏暗，他的表情看不太清，但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好像有点不一样。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站在吧台后面，穿着白围裙，笑得温文尔雅。我想起他帮我追凶，替我挡枪，在我最危险的时候出现。我想起他从不解释自己的行为，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跳脚。张彦铎，你时间不早了，明天还要上班，早点回去。他转身走向里间，我跟上去，却被他挡在门外。晚安，关警官。门在我面前关上，我站在那里看着那扇门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他从来没问过我钱包里那张照片是什么，但他知道那是我哥，他知道那是我6岁的时候拍的，他知道我哥戴着眼镜，瘦，力气大，什么都没问过，但他什么都知道。我转身往外走，铜铃响起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扇门还关着，但门缝下面有一点微弱的光，他在里面等着。也许有一天他会告诉我答案，也许永远不会。我知道从今往后，每个周末的晚上我都会来这家酒吧，坐在老位置喝他调的酒，等他开口。门上的铜铃轻轻响了一声，我推开门走进夜色。身后酒吧的灯火依然亮着，像一只眼睛安静地看着我走远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在我走后，那扇门开了，张彦铎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那张发黄的照片，他的眼眶红了。他把照片贴在胸口，轻声说了一句话：弟，哥找了你30年。对，如果他是关虎的哥哥，那他肩膀上的伤到底是怎么消失的？我叫关虎，是个刑警。3天前我还以为这周能正常下班，结果警花苏秀媛约我吃饭，不是约会，是她那个金牌大律师的男朋友陈明启最近状态不对，被人威胁，整天心神不宁，问什么都不说。他好像在恐惧什么。关虎，你帮帮我。我还没来得及抽手，吧台那边就传来咳嗽声。涅槃酒吧的老板张彦铎正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旁边还站着叶菲菲，我前女友，端着托盘走过来，把一盘凉拌山药丝排在我面前。老板特意帮您准备的，清热去火，壮阳补肾。我他妈什么时候需要壮阳了？你们很熟？完全不熟。关先生是我们老板的弟弟，
我们都迁就的。我张嘴想解释，小腿就被踹了一脚。这是我们特制的佐料，您尝尝。手一抖，胡椒粉全洒在苏秀媛胸口。我看着那件低胸裙上的白色粉末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顿饭吃出事了。吃完饭，苏秀媛让我去她家，当面劝劝陈明启。张彦铎非要开车送，说他闲着。到了公寓楼下，苏秀媛拿钥匙开门，门没锁，她疑惑地推开门，她走进去，突然停住了。我跟着进去，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客厅地上躺着一个男人，仰面倒在血泊里，他的肚子被豁开了，内脏翻在外面，嘴里塞着东西，脸扭曲的不成样子。苏秀媛尖叫一声，捂着嘴冲进洗手间。我掏出手机拍照，走进尸体时，突然看到他肚子里有东西在反光，金属的光泽夹杂在血肉模糊的器官之间。那是一柄短剑，剑鞘上沾满血迹，剑身插在他肚子里，像是被人故意塞进去的。我正要仔细看，手机响了，张彦铎的声音传来：“你那边是不是出事了？”深吸一口气，看着眼前惨不忍睹的现场，我遭遇凶杀案了，哥。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，然后他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后背发凉：“别碰那柄剑，我知道它是什么。”我在案发现场，我第一次见到了那柄剑，10公分长，带剑鞘，剑身上有波浪状的花纹。法医舒清燕把它从死者肚子里取出来的时候，我差点吐了。凶器很有可能，凶手杀了人，又把剑塞回去，这不是藏凶器，是仪式。死者叫陈明启，46岁，金牌大律师，死因是窒息，但在窒息之前，他被活活开膛，忍受了至少5分钟的剧痛。凶手跟他有仇，深仇大恨。楼下抓到一个人，王二开拉面馆的，跟陈明启打过官司。他拿着弹簧刀在公寓附近晃了几天，案发当晚正好在现场。但王二说，人不是他杀的。我进去跟他谈，突然有个鬼脸人冲出来，把我打晕了。等我醒来，陈律师已经死了。他画了那张鬼脸弯弯曲曲的线条，2个椭圆形的眼睛，裂得夸张的嘴巴，红绿黑白都有，像小丑又像京剧脸谱。没人信他，但我看监控的时候发现了问题。陈明启住的那层楼，监控探头被人动过，什么都没拍到。王二进去和出来的时间都对得上，他身上没有血迹，也没带凶器。如果他是凶手，血衣去哪了？王二不是凶手。你怎么知道？直觉。凶手的作案手法太冷静了，调动监控，准备发泡塑料，把剑塞回肚子，这是有计划的虐杀，不是狂躁症发作能干的。我看着他，这家伙最近总是神出鬼没，对案子比我还上心。你怎么知道这么多？我研究过几年心理学。我没再问，因为舒清燕发来一条消息，剑鞘的纹络缝隙里找到了少量石灰质和石膏成分，接近于黄土的土质。这柄剑不是随便买的，它像是从某个地方挖出来的。而那个地方，张彦铎看到检测报告时，手指明显抖了一下，这个微小的动作让我想起一件事，他从来没说过自己老家在。我在陈明启被杀后的第3天，第2具尸体出现了，地点在一场婚宴上，死者冯三山，古董鉴定师，圈里很有名望。他从海外飞回来参加朋友的喜宴，在客房换衣服的时候被杀了，死法跟陈明启一模一样，肚子被豁开，嘴里塞着毛巾，肚子里插着一柄短剑。我到现场的时候，许善林新郎的父亲也是冯三山的朋友，正在走廊上吐。他刚下飞机，我让他去客房休息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让他辨认尸体，他只看了一眼，又冲回洗手间。张彦铎站在旁边，笑眯眯地看着我办案。你刚才让许善林看什么？2柄剑的照片，问他认不认识。他怎么说？吐了。我无语了，但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更麻烦的问题，报案人是叶菲菲，她那天正好在这家酒店，因为她跟踪冯三山来的。我在飞机上看到他一直打电话，情绪特别暴躁，说什么干掉他黑道剑之类的。我觉得不对劲，就一路跟过来了。你跟踪一个可疑人物，进了一家酒店。对啊，我还混进婚宴吃了点东西。后来我去楼上门虚掩着，一推他就死了。你不怕？我外公说，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，杀人不算什么，看看杀人现场更不算什么。我决定以后离他远点，但他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冯三山在飞机上打过2个电话，一个打给许善林，另一个打给的人叫佘震，佘震就是蛇王，金蛇帮的元老，陈明启的旧识。我查过他的资料，16年前他参与过一桩案子，那桩案子里有一个铁匠，姓专，专诸的专，他打制过一柄剑，名字叫鱼藏。那一刻，我忽然意识到这不是连环杀人案，这是一场迟到16年的审判，而下一个站在被告席上的人已经逃不掉。我查到蛇王那天晚上，我差点把命丢在后头。骗人说蛇王在夜珍珠俱乐部，我和张彦铎赶过去，刚进门就撞上一群小混混，我亮出警阵，他们不买账，张彦铎一脚踹飞了把椅子，砸碎了满架子洋酒，场面乱成一团。我趁乱往里冲，一间间踹门找人，等我找到后门，蛇王已经死了，他倒在杂物间里，肚子被豁开，内脏挂在2腿之间，跟前2起案子一模一样，只是这次他嘴里没塞东西。法医说，凶手用剑柄猛击他的太阳穴。蛇王练硬气功，罩门就在那里，一击毙命。我冲出去追凶手，后巷很黑，
雨很大，一个戴鬼脸面具的人在前面跑，我追上去跟他打起来。他的功夫很怪，招式又狠又快，我用皮带当武器，勉强撑了几个回合，然后被他勒住了脖子。就在我以为要交代在这的时候，有人开枪了，枪声很轻，但子弹擦着我耳朵飞过去，打在那人肩膀上。他跑了，开枪的人站在巷口，手里拿着我的警枪。英雄，他没理我，把枪扔回来，转身就走。我追上去，他已经消失在雨里。回到现场，张彦铎不在，江开说他刚才不舒服，先走了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你刚才去哪了？回家了，不舒服先回来休息。那个黑衣人是不是你？关警官，你的妄想症越来越严重了。我挂了电话，但我知道那是他，因为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，酒吧里用的那种消毒水，混着雨水的气息。他为什么要瞒着我？第二天，我在案卷里找到了答案。16年前，有个铁匠叫专慧，他帮一个客人打制仿古短剑，客人姓许，叫许善林。后来专慧被判了死刑，罪名是故意杀人。负责这个案子的律师叫陈明启，鉴定的古董专家叫冯三山，还有一个人叫佘震，就是蛇王。4个人联手做局，害死了专慧。现在3个已经死了，剩下的那个叫许善林。当我赶到许家时，发现门口站着一个人，杨雪妍，许家的新媳妇。她正对着我笑，笑得那么温柔，那么无害，但她的眼睛像2口深不见底的井。我查了3天，终于弄清楚了16年前那桩案子。专会专诸的后人，他家世代收藏着一柄真正的鱼藏剑。许善林想要那柄剑，他让冯三山鉴定，确认真品后，特地把专会骗出来，借口打制仿制品，让他带着真品赴约。谈判的时候起了冲突，许善林的助理死了，谁杀的没人说得清，但最后定案的版本是专会见财起意，杀了人，抢了剑。陈明启是专会的辩护律师，他劝专会认罪，说会轻判。蛇王的人在外面威胁，说不认罪就杀他全家。专会认了，被判死刑。案子结了之后，蛇王派人撞死了专会的儿子，放火烧了他家，烧死了他的妻子和女儿。一家4口，一个没剩，不，还剩一个。专会的小女儿那年5岁，火灾那天她被人救出来，送进福利院，改了名字，换了身份。20年后，她回来了，她叫杨雪妍。我翻出她的资料，护士3年前进医院工作，负责护理许善林的妻子。她温柔细心，把老太太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许善林的小儿子许峰经常来医院看望母亲，一来二去，两人相爱了。今年他们结婚，婚宴那天，冯三山死在酒店客房，杨雪妍是新娘。我合上档案，后背发凉。这个女人用3年时间，一步一步走进仇人的家，她嫁给仇人的儿子，怀上仇人的孙子，然后在婚礼当天开始杀人。她杀陈明启，杀冯三山，杀蛇王，手法一模一样，用于藏剑剖开他们的肚子，就像当年他父亲被法律剖开一样。下一个是谁？是许善林。许善林已经被警方保护起来了。我赶到医院，病房里空无一人。李三丰那个派去保护他的20组警察被绑在床上，嘴里塞着毛巾。他让我带他进来，然后从后面打晕我。我解开他，冲上天台。许善林跪在地上，杨雪妍站在他身后，穿着白色病号服，脸色惨白，手里拿着枪，地上有血，他的腿间在流血。他流产了，但他站在那里，像一尊雕塑。你来了，正好听他把真相说完。我看着地上那滩血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，他不是来杀许善林的，他是来让他活着，看自己失去一切，就像他当年失去一切那。我在那晚的天台，我第一次听完了16年前的真相。杨雪妍没有杀许善林，她只是让他跪着，对着所有人说出当年的一切。许善林全说了，怎么设局骗专会，怎么在争执中杀了助理，怎么串通陈明启和蛇王，怎么威胁专会认罪，怎么撞死他的儿子，怎么烧死他的妻女。他说的时候一直在抖，腿上的枪伤在流血，他不管，只是拼命地说，是鱼藏剑，那柄剑有诅咒，他害死了我全家，我的女儿死了，我的妻子疯了，我早该丢掉她的。杨雪妍听着，脸上没有表情。我父亲被杀的时候你在场吗？许善林拼命点头。我母亲被烧死的时候你在场吗？他又点头。我哥哥被撞死的时候你在场吗？他还在点头。杨雪妍笑了，那是我见过的最冷的笑容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嫁给你儿子吗？许善林愣住了。因为我要让你们全家都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。他说完把枪扔了，警察冲上去按住他，他没有反抗，只是抬起头看着夜空。专诸大人，我做到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从来没见过什么专诸的亡灵，那是他自己编造的。他需要一个信仰支撑他活过这20年，支撑他嫁给不爱的人，怀上不想要的孩子，然后在婚礼那天亲手开始杀人。他被带走的时候，许峰追上去问他，你爱过我吗？他没有回头。没有，我的人生里只有仇恨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他杀陈明启那天，我就在那栋公寓楼下，他扮成维修工，从我们眼皮底下走进去，杀了人，又走出来。他杀冯三山那天，穿着新娘的红裙，血迹溅在上面，没人会怀疑新娘。他杀蛇王那天，扮成陪酒女郎，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把人带走。这个女人算计了一切，但我最在意的是另一件事，他杀人的时候随身带着一柄剑，不是仿制品，
是真正的那柄鱼藏剑。那柄剑现在在哪？押解车开走的时候，杨雪妍突然回头，隔着车窗对我笑了一下，那个笑容让我后背发凉，因为她的嘴型在说还没完。我在杨雪妍被抓的第2天，我以为案子结了，但我错了。开庭那天，她杀了第4个人，不是许善林，是检控官陆元胜。陆家是司法世家，3代人都在这个圈子里。16年前，专会的案子就是他负责公诉的。那天在法庭上，一切都按程序走。杨雪妍戴着脚镣手铐坐在被告席上，陆元胜站起来准备发问，然后他动了。没人看清他是怎么做到的。他突然起身，用手铐的链条勒住陆元胜的脖子，把他整个人背起来挡在自己身前。法警举着枪不敢开。陆元胜的脸从红变紫，舌头伸出来，眼睛翻白。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，我冲上去朝他腿上开了一枪，他倒了，陆元胜也倒了，他死了，颈骨被勒断，当场死亡。杨雪妍躺在地上看着我笑了。你以为我只想杀那3个人？我父亲死在法庭上，我就要让他们死在法庭上。我这才明白，他要的不是许善林的命，他要的是整个陆家所有参与过那桩案子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。陈明启、冯三山、蛇王只是开胃菜，陆元胜才是正餐。那天之后，舆论炸了。谢凌云之前发的那篇报道，把16年前的冤案和现在的连环杀人案连在一起，网上全是支持杨雪妍的声音，说他是在替天行道。我气得把报纸拍在桌上。他在利用你，他让你报道就是为了制造舆论，逼陆元胜接手这个案子。谢凌云低着头不说话。凌云只是想还原真相，有什么错？真相，杨雪妍要的不是真相，她要的是复仇。她可以牺牲任何人，她的丈夫，她的孩子，她自己只要能达成目的。张彦铎端了杯茶给我，示意我冷静。你早就猜到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真正要杀的是陆元胜，但你什么都不说。他没否认，说了你能拦住吗？杨雪妍等了20年，他要的就是这一天。他算好了一切，怎么逼陆元胜接手，怎么在法庭上动手，怎么让所有人看着。他是疯子，对付疯子不能用正常人的逻辑。我无话可说，因为他说的对，杨雪妍是疯子，但他疯得清醒，疯得彻底。20年，他只做一件事，复仇。现在他做完了。是那天晚上，我翻看案卷时，忽然发现一个问题：陆元胜当年只是公诉人，他按程序办事，不是社局的人。杨雪妍为什么非要杀他？除非还有一个人藏得更深。我案子结了，1个月后，我去看了杨雪妍，她被关在精神病院里，法院判她无刑事责任能力，无限期强制医疗，说白了就是终身监禁，换个地方。我去的时候，她坐在窗边发呆，看到我，她笑了笑。关警官，你来了。我把带来的水果放下，她看了一眼，没动。许峰又来看你，被你拒了。他没说话。他是真的喜欢你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能见他，见了我会心软。我愣了一下。你喜欢他？他没回答，只是看着窗外。我杀陆元胜那天，你问我鱼藏剑在哪，你想知道吗？我心跳加速。在我肚子里。我愣住了。那天在法庭上，我带着他，用胶带缠着，搜身的时候，没人想到搜那里。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现在还在里面，你们要取出来吗？我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不会让你们取出来的，那是我父亲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。我带着他杀人，带着他进监狱，以后我也会带着他死。杨雪妍，关警官，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真正的鱼藏？他转过来看着我。鱼藏就是把剑藏在鱼肚子里。专诸杀了王僚用的是这招，我杀人用的也是这招，不同的是他藏的是鱼，我藏的是我自己。我走出精神病院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张彦铎在门口等我，他说了。我点头。那柄剑在他肚子里，他说永远不会取出来。张彦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这才是真正的鱼藏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：那天在后巷开枪救我的黑衣人是他，他和那个转红笔的男人是什么关系？还有，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关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，你会怎么办？我那天从精神病院回来，我决定找张彦铎摊牌，结果他不在。酒吧门上挂着休息的牌子，但里面亮着灯。我推门进去，只有小魏在。老板出去了，下雨天也不知道去哪了。我在酒吧等他，等到晚上9点，他回来了，全身湿透，脸色发白。你去哪了？去看守所见杨雪妍。我愣住了。你也去见他了？他没回答，只是看着我。关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对这个案子这么上心？我等着他往下说，因为我能理解他，我也有过那种时候，想把所有伤害过我的人一个一个杀掉。我心跳加速。我小时候被拐走过，被关在一个岛上，训练成杀人机器。跟我一起训练的有10几个人，活下来的只有我和另一个，他叫吴钩，就是你见过的那个转红笔的男人。我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后来我逃出来了，换了身份，开了酒吧，想过普通人的生活，但有些东西逃不掉。我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杨雪妍对我说，我们是同一类人，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惜任何手段，但我不这么想。我有关心的人，有想保护的东西，这就跟他不一样。
我心跳得更快了。你，关虎，你是不是一直在找你哥哥？我愣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没回答，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放在吧台上。那是我钱包里那张照片，2个小孩，一个趴在另一个背上，但照片被复制过，边缘整齐。那天你第一次来酒吧，把钱包压在这儿，我打开看过，照片上的孩子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你哥。我盯着他，你哥哥叫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那时候太小。他戴眼镜吗？我点头。他比我瘦，但力气很大，能背着我跑很远。张彦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他摘了眼镜，灯光下，他的眼睛泛着奇怪的颜色，像是琉璃，又比琉璃暗淡。虎，你哥的眼睛是这样的吗？我看着他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外面下着雨，雨声很大，可是比雨声更大的是我心跳的声音。30年，我找了他30年，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，我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雨夜里，张彦铎把眼镜摘了，那双眼睛我好像在梦里见过。很小的时候，有个比我大2岁的男孩背着我在河里摸鱼，瘦，力气大，戴眼镜。他的眼睛是什么颜色？我不记得了。但那晚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是这种颜色。你？他笑了笑，把眼镜带回去。关虎，你不需要知道答案，你只需要知道我不会害你。可是，杨雪岩的案子结了，于藏剑的事也结了，那柄剑在哪？谁是真的专诸后人？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活着的人要继续活下去。我想反驳，但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去了浴室。隔着毛玻璃，我看到他的影子。关虎，你明天想吃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早餐、中餐还是西餐？你问我这个？对啊，明天早上我给你做。我站在那里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水声很大，他在里面冲澡，我站在外面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是我哥吗？他为什么不直接承认？他经历过什么？这些问题我一个都没问出口，因为我想起他刚才说的话。重要的是，活着的人要继续活下去。也许这就是他的答案。不是所有真相都要揭开，不是所有问题都要回答。第二天早上，我醒来的时候，餐桌上摆着早餐，煎蛋、培根、烤面包、热牛奶。张彦铎坐在对面，拿着报纸，悠闲地喝着咖啡。看到我出来，他笑了笑。早。我坐下，拿起叉子。昨晚你说的是什么事？我忘了。我看着他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他的眼镜上。我想起小时候那个背着我摸鱼的男孩，他不戴眼镜的时候，眼睛是这个颜色，但我不确定，也许永远都不会确定。不过没关系。吃早饭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：于藏剑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他放下报纸，看着我。重要吗？不重要，但我想知道。他想了想，真的假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人相信他是真的。张慧相信，所以他死了；许善林相信，所以他疯了；杨雪岩相信，所以他用那柄剑杀了4个人。剑本身只是铁。我听着，突然明白了，于藏剑的诅咒从来不在剑上，在人心。吃完饭，我起身要走，走到门口时，突然回头，哥，晚上我来喝酒。他没抬头，只是翻报纸的手顿了一下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我看见他嘴角微微翘了紧。我叫关虎，这辈子第一次免费出国旅游，就遇上了劫机。3分钟前，我还在被李白的侠客行给自己壮胆。3分钟后，一个德国歹徒把枪顶在我脑门上。你在喊什么？我弟弟精神有问题，一受惊就犯病，我差点被他捂死。劫匪有3个，都是军人出身，他们封锁了机舱，在找什么东西。叶菲菲在后面给我递纸条，她懂手语，说这帮人是在等谈判结果，如果谈不拢，就要同归于尽。我正琢磨怎么动手，前排一个女乘客突然哮喘发作，倒在过道上，歹徒冲过去揪起她就要开枪，然后他到了，欧真照的那个彪形大汉突然佝偻起身体，四肢抽搐摔在地上，女乘客一跃而起，夺过他的枪，一枪撂倒另一个歹徒。他旁边的男人也掏出枪，和女乘客配合，把第3个歹徒逼退。我看呆了，这特么是警察！混乱中，一个歹徒跑去了货舱。我追下去的时候，机身突然剧烈颠簸，照明灯灭了，货舱陷入一片漆黑。黑暗中，我摸到一个铁质的东西，顺手拔出来当武器。灯重新亮起的瞬间，我看清了，那是一副棺材的插销，棺材翻了，里面的东西滚出来，砸在我脚边，一具干尸，50多岁的男人，面容干瘦，眼皮微张。灯光忽闪中，我看到他眨了眨眼。我还没来得及确认，机身再次倾斜，那个歹徒扑过来跟我肉搏。黑暗中，有人帮我解决了他。等飞机迫降成功，我作为见义勇为者被请下飞机。德国警察给我做了4个小时的笔录，然后强制我接受体检，抽了7、8管血。我以为是常规检查，直到3天后，一个叫席勒的女安保人员走进病房，把一份化验单拍在我面前。关先生，你在货舱里接触的那具尸体是僵尸病毒的携带者，你感染了。我盯着化验单上那些超出正常值几10倍的数字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这种病毒有5到7天潜伏期，之后你会逐渐失去意识，变成行尸走肉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，指甲很正常，皮肤没有斑点。现在已经是第4天了，唯一能救你的解毒血清在劫机事件中丢失了。那等死。不，有情报说
血清可能在一个人手里。谁？托比亚斯·冯·福尔贝克，退役上将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个名字有点耳熟。你女朋友的外公。我愣住了。门外的走廊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咳嗽，我扭头看去，什么人都没有，但我知道有人在听。我被病毒判了死刑的第4天晚上，有个女人摸进了我的房间，她穿着蓝色长裙，金发披肩，自称艾米，在酒吧搭讪我，跟我回房间，把我推倒在床上，然后掏出喷雾剂喷我脸上。我装晕，等她开始翻我的行李箱，我从后面掐住她的脖子。找什么？她反手一拳，裙子底下掏出微型手枪，我躲开子弹，她夺门而逃。门口谢凌云一脚把她踹回来。叶菲菲穿着睡衣，举枪指着她脑袋。那女人是职业间谍，她来找的是那管失踪的解毒血清，但我觉得没这么简单。3天前，在僵尸展上，有个男人2次经过我身边，说了同一个词：妈咪。那不是木乃伊，是暗号。我追出去，在大街上拦住他，他刚要掏枪，一辆黑色轿车冲过来，车窗里伸出枪管，他被射成了筛子。我和张彦铎开车追那辆杀手车，雪地里飙车，对方车里坐着一个人，手里转着红笔吴钩。他隔着车窗冲我笑，拨通了张彦铎的手机。哈罗，关警官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让刘星接电话。你接了谁的案子？对面笑着挂了电话。下一秒，杀手的车在我们面前爆炸，我扑过去护住张彦铎，被冲击波掀翻。醒来时，我躺在 ICU 里。席勒告诉我，那天的杀手和被杀的人都跟解毒血清有关。现在所有线索断了，唯一可能藏有血清的地方是楚格峰。你女朋友的外公福尔贝克上将，他手里可能有备份。你为什么不去？因为你身份特殊，你可以看到他看不到的地方。我听懂了，他们需要我去偷。晚上，张彦铎从衣柜里钻出来，这混蛋又偷进我房间。你知道了？知道了。打算怎么办？去楚格峰，找到血清，活下来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钻石戒指，套在我小指上。这是艾米的追踪器，留着它，他会来找你。你怎么知道他会来？因为有人比你更想找到血清。关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记住一件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死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看着窗外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雪地里有一行脚印，刚刚踩出来的，一直延伸到树林深处。有人来过，刚走。第5天，我们到了楚格峰下的古堡。福尔贝克上将是个70多岁的老军人，脊背挺得像标枪。他看着我们这群人，我、张彦铎、叶菲菲、谢凌云、小魏，然后问叶菲菲哪个是你男朋友。叶菲菲指着张彦铎，我差点被口水呛死。他们穿着情侣装，蓝色的。我前女友和我大哥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？张彦铎冲我笑笑，没解释。午饭的时候，我手上的红斑又多了几块。我躲在桌下看指甲，月牙开始发黑。克鲁格那个一直跟着我们的德国警察不停看我，他知道我中毒的事。下午参观古堡，地下室3层，走廊错综复杂，像迷宫一样。据说这里曾经有人失踪，被祖先的神灵带走。我听得后背发凉，不是因为鬼，是因为席勒给我的那份古堡结构图，我根本记不住。但张彦铎记住了。晚上我借口散步，去克鲁格房间敲门，没人。我上楼，在福尔贝克书房外听到说话声，克鲁格在里面，他跟福尔贝克认识。我正要靠近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是沃尔夫·福尔贝克的新管家。关先生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看油画，画得真像。沃尔夫看了我一眼，说：夜深之后最好不要在城堡里乱走，会被祖先的神灵当侍从带走。我呵呵笑着回了房间。一开门，张彦铎坐在沙发上。你去哪了？找克鲁格，他不在。他当然不在。张彦铎站起来，走到衣柜前，敲了敲背板，因为他在找这个。他把衣柜门拉开，背板是空的，后面露出一个黑洞。地道，我愣住了。福尔贝克和克鲁格认识，他们避开沃尔夫见面，只能走这里。下去看看。我接过手电筒，钻了进去。地道很深，拐角处我提到一个东西，捡起来一看，是老式怀表，背面有一小块黑斑，血。旁边墙壁上有擦痕，地上有断掉的表链，这里发生过搏斗，有人死了。我没敢多想，继续往下走。分岔路口，张彦铎指了指右边，又走了10分钟。我们推开一堵伪装成墙壁的木板，酒窖，满屋子的葡萄酒架，桌上放着文件，都是关于酿酒的配方。张彦铎翻了翻，突然按住我的手，有人进来了。我们躲到酒架后面，黑暗中，我看到一个肥胖的身影，是那个带我们去客房的女仆。她在翻抽屉，跟我们找同样的东西。张彦铎动了，3招，女仆被按在地上，脸上的橡胶面具被撕下来。艾米，又见面了，帅哥。但他的眼睛看的不是我，是我身后。我猛然回头，酒窖深处一个黑影一闪而过，还有第3个人。我中毒的第6天凌晨，在酒窖里听艾米讲故事。她是职业间谍，受雇来找解毒血清，比我早半个月混进古堡，假扮女仆。劫机那天，她也在奉命接近我们。雇主出价很高，可惜没拿到。现在呢？现在我发现跟你们合作更划算。我小指上的戒指开始发麻。我放了信号，你们走到哪，我都知道。而且他也知道，这一切都是我们事先计划好的。回到房间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，旁边张彦铎已经睡了，呼吸均匀，像个没事人。
双手交叠搭在腹部，睡相安详。我盯着天花板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在飞机上，那个帮我挡子弹的黑衣人是他，在夜总会后巷，那个开枪救我的人是他，他一直都在，用他的方式做他认为对的事。也许他不说，是因为说了我也不会同意。就像这次，天亮的时候我醒来，张彦铎在阳台上打太极，晨光照在他身上，他看到我走过来，一拳挥向我，我躲开，他又是一拳，我接住。记住这个动作，当时的弱点是头，打头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没回答。张彦铎，你到底经历过什么？他看着我，沉默了很久。等你能活着回来，我告诉你。他转过身去继续打太极，但我知道他在看手表，7点了，距离我毒发还有不到24小时。我中毒的第7天，如果今天找不到血清，我就没救了。我们上山滑雪，叶菲菲穿着粉色滑雪服在前面冲得最快，张彦铎跟在他后面，表情平静的不像要去拼命。我知道他在等，沃尔夫会动手。雪道很长，风很大，我滑得慢，落在最后，前面的人影越来越小。突然，叶菲菲拐进了一条岔道，我跟上去，雪地上有搏斗的痕迹，血迹点点。克鲁格倒在雪堆里，额头在流血。他们把叶菲菲带走了。谁？沃尔夫，还有几个人，都是军人。我掏出手机打给张彦铎，没人接。我顺着血迹追下去，雪越来越大，视线模糊。跑出几百米，我看到张彦铎站在悬崖边上，对面是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。叶菲菲被2个男人按在雪地里，沃尔夫举着枪对着张彦铎，把血清交出来。没有，那就看着他死。张彦铎没动。别管我，关乎你快走，你只有1天了。我冲上去，沃尔夫开枪了，子弹擦着我耳朵飞过去。张彦铎动了，他像豹子一样扑向沃尔夫，一拳打在他脸上，夺过枪顶在他太阳穴上，让他走。你开枪啊，开了枪你也活不了。直升机上跳下几个人，枪口对着我们。就在这时，雪崩了，轰隆隆的巨响从山顶传来，积雪像海啸一样扑下来。张彦铎抓住我往悬崖下跳，我们摔进雪里，翻滚，被冲力撞得七荤八素。等我醒来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我摸到张彦铎的手还在动。你没事？没死，你压着我。我爬起来，发现我们掉进了一个山洞，洞口被雪封住，但雪堆里有光线透进来。张彦铎站起来，走到洞壁前，敲了敲，空的。他推开木板，露出后面的通道。这是基地，我们找到它了。通道里传来低沉的嗡嗡声，像机器，又像某种生物在喘息。小指上的戒指突然剧烈震动，艾米就在里面。叶菲菲被绑架，是你做的？不是他。我愣住了。艾米用下巴调调张彦铎。那晚他来找我说可以合作，他让我透露叶菲菲的行踪给沃尔夫，让他绑架他，这样我们就能通过追踪器找到基地。因为绑架叶菲菲的人一定会带他去里昂的老巢。里昂，那个在飞机上死掉的将军。你让叶菲菲当诱饵？他没说话。艾米达到了目的走了。张彦铎站在阴影里，我看不清他的表情。你不该瞒着我。你会同意吗？我不会。但我更生气的是，他根本都没有问过我的意见。如果叶菲菲出事了呢？不会。你怎么知道不会？他转过头看着我，因为我不会让你死。我气得发抖，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是直的，没有撒谎。所以最后我的做法是给他一拳。第8天，但我不确定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。通道很长，墙上挂着锈蚀的铁十字徽章和弹壳。2战时，希特勒的鹰巢现在成了里昂的僵尸实验基地。张彦铎走在前面，脚步很轻，我跟在后面，心跳得很快。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小指上的戒指又开始发麻。艾米在附近，拐过一道弯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大厅像宫殿一样的大厅，灯光亮得刺眼，两边排列着几十个巨大的玻璃圆筒，里面站着人，干瘪的、僵硬的，穿着军装的人，有的闭着眼，有的睁着眼，眼珠灰白，像死鱼。这些是实验品，中了僵尸病毒的人。我凑近看，玻璃桶里那个人的眼睛突然动了，活的还活着。我后退2步，撞到另一个圆筒，里面的人也动了。他转过头看着我，嘴张开，发出咯咯的响声。他们还活着？半死不活。里昂用他们做实验，成功了就是听话的僵尸，失败了就永远困在这里。我胃里翻涌，如果我没找到血清，我也会变成这样。大厅尽头最大的圆筒里蜷着一个人，他看到我们，激动地拍打玻璃，张嘴喊叫，听不到声音，但嘴型是汉语。李当归，那个开僵尸展的德国富3代，他被绑架了。我正要过去，头顶传来声音：欢迎光临，关先生。扩音器里的嗓音苍老嘶哑。我抬头看到平台上站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，脸上蒙着黑纱。里昂，那个死掉的将军。你很聪明，找到了这里，但聪明救不了你。血清在哪？在我手里，但我不打算给你。他拍拍手，大厅的门关上了，圆筒开始上升。那些僵尸从里面走出来，僵硬的转身看着我们。给你们一个机会，打赢我的作品，血清就是你们的。第一个僵尸动了，他跳起来，速度快得不像人类，食指漆黑，指甲像刀。张彦铎开枪爆了他的头，他晃了晃，继续扑过来。打头没用。
张彦铎又一枪打在脖子上，僵尸倒了。颈椎，控制中枢在颈椎。第二个僵尸扑向谢凌云，他侧身躲开，一脚踹在他膝盖上，僵尸摔倒，掏出弩箭射进他后颈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越来越多。我开枪、踢腿、躲闪，听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身体开始不对劲，病毒发作了，眼前的东西开始晃动，变成重影。甩头，看到一个僵尸扑向叶菲菲，我冲过去，用身体撞开他，摔在地上。他压着我，双手掐住我的脖子，我用力挣扎，指甲扣进他的皮肤，闻到腐烂的臭味，眼前开始发黑。砰！僵尸的头炸开了。张彦铎站在我面前，枪口还在冒烟。他伸手把我拉起来，盯着我的眼睛，还能打吗？我点头，把枪塞给我，转身冲向平台。平台上，李阳缓缓举起手，对着我们勾了勾手指。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？真正的猎物还没出场。第9天，如果今天回不去，我就没有第10天了。平台上，李阳站在那里，身后站着沃尔夫和几个士兵。张彦铎冲上去，一拳打倒一个士兵，夺过枪指向李阳。血清。李阳笑了，他把面纱扯下来，我愣住了。他张脸皱褶纵横，灰白干瘪，眼眶深陷，眼珠突出，像极了那些圆筒里的僵尸。想要血清，我注射了病毒，又注射了血清，现在的我是完美的僵尸。疯子，不是先行者，关先生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要不要试试注射我身上的血？也许能活。叶菲菲从后面冲过来，一枪头砸在他脸上。李阳踉跄后退，然后笑了。他吹了一声口哨，我听不到声音，但大厅里的僵尸突然全停了，转头看着我们，然后他们一起动了，像训练有素的士兵。他们扑向叶菲菲和谢凌云，我冲过去救人，被沃尔夫拦住，他一拳打在我脸上，我摔倒在地。李阳走过来，踩住我的胸口。你比我预想的能撑，病毒发作还能打这么久，不错。滚！考虑一下，注射我的血，变成完美的僵尸，你可以永生。我呸了一口，他擦掉脸上的唾沫笑了，然后他的脑袋炸了。张彦铎站在他身后，枪口顶着他后颈。李阳的身体晃了晃，跪倒在地，脸朝下摔进血泊里。张彦铎看着我，伸出手，起来。我抓住他的手，站起来。周围还在打，叶菲菲开枪，谢凌云射箭，克鲁格和艾米也在。沃尔夫倒在墙角，被自己的枪打中，但僵尸没停。由李阳指挥，他们胡乱攻击，不分敌我。几个士兵被撕碎，惨叫声震得耳朵疼。怎么让他们停？张彦铎看向李阳的尸体，蹲下，从他脖子上扯下一个哨子。他吹了一下，僵尸们停了，像被拔掉电源的机器。他们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大厅安静了，我靠在墙上，喘着气，看着那些干瘪的脸。他们曾经是人，现在连尸体都不算。克鲁格走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试管。这是从李昂身上搜到的血清。我接过试管，盯着里面透明的液体。会不会是假的？不知道，但你没得选。张彦铎走过来，从我手里拿过试管看了看。我来试。你疯了？我没中毒，试了也没事。但如果这是假的，我们还有时间想别的办法。我知道他在撒谎。如果这是假的，试了他也会死。我把试管抢回来，拔开塞子，一饮而尽。关火，液体流进喉咙，冰凉的，带着一点腥味。我靠在墙上等着，10秒、20秒、1分钟，什么也没发生。是假的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，红斑还在，指甲还在发黑，真的没用。张彦铎盯着那个试管，眼神像要杀人。他转身走向李阳的尸体，枪口顶在他头上。够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死得太便宜了。张彦铎，他停住看着我。算了，尽力了。他没说话，但他的手在抖。就在这时，大厅的门被踹开了，一个人走进来，风雪在他身后呼啸，他的脸被阴影遮住，只露出一只手，那只手里握着一管透明的液体。谁是关虎？我第9天晚上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但走进来的那个人手里拿着一个试管，透明的液体在灯光下微微晃动。这是解毒血清，唯一的，也是最后一管。他把试管递给张彦铎。你是谁？你哥哥让我带给你的。我愣住了。我哥？他在哪？他不在这里给他注射，这是真的。张彦铎盯着试管，又盯着那人的脸，他像是在辨认什么，但最后什么都没说。针头扎进我胳膊，液体推进血管，冰凉的，和刚才那管假的一样。但这次我的身体有反应了，先是发热，然后发冷，然后剧烈的恶心。我跪在地上开始呕吐，吐出来的东西是黑色的，腥臭的，像腐烂的血肉。吐了很久，等我停下来抬头看，手背上的红斑消失了，指甲上的黑色退了，我活着。张彦铎蹲在我面前看着我，他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但眼睛里有东西在闪。好了，好了。他点点头，站起来，转身看向那个送血清的人。那人已经走了。大厅的门开着，外面是雪山的夜风。我追出去，只看到一行脚印消失在风雪里。克鲁格追上来，拿着对讲机。监控拍到那个人了吗？没有，监控坏了。车牌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站在风雪里，
盯着那行越来越模糊的脚印。我哥还活着，他一直在看着我，但脚印尽头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漫天风雪。身后，张彦朵走出来，递给我一张纸条，是从那人身上掉下来的，上面只有2个字：等我。我中毒的第10天，我活着从雪山回来了，但有些事比死更难受。在医院躺了2天，警察问话，军方问话，贺吉的将军亲自来了解情况，克鲁格陪着我们，用他的方式周旋。叶菲菲的外公烧掉了一叠文件，据说是僵尸实验的全部资料。军方撤了，警察也撤了，我们可以回国了。但张彦铎先走了，没打招呼，没留话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在回国的飞机上。你打了他，他肯定生气了。他利用你当诱饵。我知道啊，但我答应了，因为我想救你。我无话可说。回国后1个星期，我没去涅槃酒吧，我把自己关在家里，看舒清验传来的那份资料。笔管上的指纹比对结果，素尼申，国际通缉杀手，4年前被击毙，但吴钩还在，张彦铎也在。那些杀手用的名字都出自同一首诗：赵克漫胡鹰，吴钩霜雪明，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3杯突然诺，5月到为清，眼花耳热后，意气素尼申。吴钩、流星、素尼申，他们是一个组织的。那天晚上下着小雨，我走到涅槃酒吧门口，站了很久。推门进去，小魏在，叶菲菲在，谢凌云也在。张彦铎站在吧台后面，擦着酒杯，看到我笑了笑。蓝色海洋，要尝尝吗？我坐到吧台前，低下头，像小学生一样。对不起，那天我不该打你。他推过来一杯蓝色的酒，我喝了一口咸的，放了很多盐。道歉要有诚意。喝完，我仰头干了。叶菲菲在旁边笑，谢凌云也在笑。小魏递给我一叠照片，是我在雪地里倒栽葱的囧照，这是你的纪念品。我抢过照片瞪他，气氛轻松了。张彦铎走出吧台，去取打样的招牌。门开的一瞬间，他停住了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出去，街对面停着一辆红色轿车，车窗落下，步出一个华发老人。老人冲他挥了挥手，张彦铎的手在抖。谁？他没回答。旁边传来脚步声，吴钩走过来，手里拿着2罐饮料。别误会，不是我说出去的，你们在德国动静太大，老头子自己发现的。告诉他，我可以杀他1次，就可以杀他第2次。吴钩耸耸肩，回到车上。老人看了我们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车开走了。张彦铎站在那里很久没动，等他转过身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。我答应过你，等你挺过来，就告诉你哥哥的事。我心跳加速，他看着我，我不是你哥。我愣住了，我是杀死你哥哥的人。门外突然传来一声轻笑，是那个华发老人。他站在车边，冲我们点了点头，然后上车离去。他笑什么？他知道什么？这句话我等了10几年。我不是你哥，我是杀死你哥哥的人。我盯着张彦铎，脑子一片空白。那天在酒吧，你压了钱包，我打开看了那张照片，那是你和你哥6岁和8岁。后来我查了，你哥被拐卖的那个组织和关押我的地方是同一个。我逃出来那年，基地爆炸，所有人都死了，包括他。我攥紧拳头，指甲陷进肉里。你说谎？没有。你说谎。我冲上去揪住他的衣领，他没躲没挡，就那么看着我。如果他是你哥，他应该活到现在30岁左右，戴眼镜瘦，但力气大，这些特征我都有。但你……我不是他，我杀了他。我举起拳头，他看着我，等着我打下去。拳头停在他脸前。关虎别！我挣开他，盯着张彦铎。为什么告诉我？你问过很多次，我说过，等你活下来就告诉你。你可以不说。他笑了笑。你是我弟弟。我愣住了，不是亲弟弟，但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把我当亲人，所以我要告诉你真相，不管你想不想听。我松开他的衣领，后退2步，看着他。酒吧里很近，叶菲菲和谢丽云站在旁边，不敢出声。张彦铎扶了扶眼镜，嘴角有一块淤青。我上次打的那个老人叫素尼申，是培养杀手组织的头目，我和吴钩都是他养大的。基地爆炸那年，我逃出来，你哥应该也逃了，但追兵追上来。他没说完。我懂。所以他可能还活着。我不知道。送血清的那个人，他说是我哥让他送的。张彦铎沉默了一会儿。那个人我见过，在劫机现场，他一直跟着我们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盯着他，想从脸上看出什么，但他什么都没说。我转身走向门口。关虎，我没回头。你去哪？找他。门上的铜铃响了。我走进雨里，身后酒吧的灯还亮着，但灯影里多了一个人。他站在张彦铎身后，冲我挥了挥手。那张脸和我钱包里照片上的小孩一模一样。我叫关虎，休假第3天，我被一通电话叫到案发现场，死的是个警察，他叫罗琳，50岁，在路口抢了一个女人的婴儿，抱着孩子冲进车流，被卡车当场撞死。我赶到时，血还没干，婴儿被送去了医院，生死不明。罗琳半边身体被碾得血肉模糊，手里还死死攥着一块婴儿的毛毯。法医舒清燕在取证，证物袋里有一张红色请柬，他女儿的婚期
就在下周。他今天没喝酒，血液里有微量调节神经的药物，但不足以影响行为。他是清醒的。清醒的警察当街抢孩子，然后被车撞死，这不合逻辑。更诡异的是，张彦铎也在现场。我报的警，凶手死前说了几个字，我录下来了。他打开手机，嘈杂的背景音里，一个含糊的声音在重复：鹰眼红盼，判官。他说的是判官，我没当回事。直到晚上，江开发来一段交通监控录像，画面里罗琳在案发路段来回踱步，像是在等人。5分钟后，一个撑着蕾丝太阳伞的女人走近他，两人短暂接触。女人离开后，罗琳的步伐开始摇晃，像喝醉了酒。然后他走下那个路口，抢走了婴儿。我反复看了3遍，放大画面定格在女人抬手的那一刻，她手腕上戴着一条红绳手链。第二天又死了一个人，方婉丽，那个被抢走婴儿的母亲。她从5楼跳了下去。我到现场的时候，她丈夫林青天正在接受问话。他说妻子因为孩子出事，精神失常，凌晨自己去了阳台。我差一点就可以抓住他了。他哭得很伤心。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方婉丽坠楼前在客厅里来回走了很久，脚印显示她曾经犹豫过。她不是想死，是在想什么。法医在她指甲里发现了银色粉末，和阳台外沿的刷漆成分一致。他在坠楼时抓过墙壁，这说明他最后想活下来。一个想活下来的人为什么会跳下去？看向张彦铎，他站在阳台上，盯着那扇只开了20公分的门，门开得太窄了。一个人如果去阳台自杀，会随手关门吗？我愣了一下，如果门是她丈夫关的呢？阳台的风突然变大了，我低头看着那扇门，门缝里好像夹着什么东西，一根红色的线头在风里微微颤动。我叫关虎。方婉丽死后第3天，林青天也死了。林青天出事前几小时，刚在电视上声泪俱下的控诉警方，他说妻子是被警察逼死的，说我们怀疑他杀妻是为了保险金。节目播出后，网上全是骂警察的帖子。我盯着那柄铁锤，想起张彦铎说过的一句话：杀人者，人恒杀之。林青天杀了方婉丽，然后被人杀了。凶手用左手，下手狠辣，一击毙命。这不像激情杀人，更像有预谋的处决。案子越来越乱，罗琳死了，方婉丽死了，林青天死了，3个人，3起命案，看似毫无关联，但每个死者都像是有罪的人。罗琳抢了孩子，该死；林青天杀了妻子，该死。方婉丽呢？她有什么罪？她被发现时倒在石阶下，后脑被铁锤砸得稀烂，凶器就扔在路边，没有指纹。张彦铎在看交通监控。他把画面定格在那个撑伞女人的背影上，她手腕上的红绳，你见过吗？我调出手机里的照片，那是小魏租屋里发现的骸骨旁一个金盒里放着的红绳手链，一模一样。曲红线，那个自称小魏表妹的女人戴着同样的手链。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小魏失踪了。叶菲菲打电话来说，小魏最近状态很奇怪，写的连载小说和这几天的案子一模一样。去报警，但没人信他。现在人不见了，我去小魏的租屋找线索，地下室被封了，但我敲开后窗翻进去，里面空空如也。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屏幕上是他没写完的判官最新章节。我往下拉，看到一行字：第3个死者是保险员的情人，他被铁锤爆头，死在地下停车场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凌霄，林青天的情人还活着。我掏出手机打给小白夜，占线。我再打，占线。等我终于打通的时候，电话那头传来的第一句话是：凌霄被劫持了，2个保护他的警察重伤。我冲出门，骑上摩托就往凌霄家赶。路上手机响了，张彦铎，别去凌霄家，这是陷阱，凶手的目标不是他。电话突然断了，下一秒，我的摩托被一辆黑色轿车撞翻，我在空中翻了2个跟头，摔在地上。等我爬起来，轿车已经开远。我追了几步，看到副驾驶座上的人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李元峰，那个嚣张的官二代，我们的同事。他的眼神不是惊恐，是警告。他在摇头，像是在说别追。然后他举起手，用手指在车窗上划了一道，那是一条红线的形状。我叫关虎。李元峰跑了的那个晚上，全程都在直播。不知是谁在网络上开了直播信号，画面里是3名人质：凌霄、李当归，还有李元峰自己。他们被绑在废弃仓库里。直播间的弹幕疯了，有人说这是行为艺术，有人说这是恐怖袭击，更多的人在猜谁会死。我赶到仓库的时候，谢凌云已经在了。你怎么来的？张彦铎让我来的。他说炸弹98%是假的。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，还剩3分钟。谢凌云蹲下来，拿起剪刀对准那团黑线。你确定？不确定，但赌一把。剪刀落下，数字停了。李当归在旁边差点哭出来，凌霄晕了过去。李元峰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，手里还握着一根铁棍。我没杀人，我想过杀他们，但我做不到。我低头看他脚边的铁棍，那是凶手留给他的判官工具。杀了另外2个人，他就能活；不杀，就一起死。他在最后一刻选择了后者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个我一直看不顺眼的官二代，在生死关头没有变成畜生。仓库外警笛大作，谢凌云提前离开了，我留下来应付现场。那天晚上，网上出现了一个帖子，标题是判官大结局。文章里，警察没有杀人，也没有自杀，炸弹是假的，3人都获救。凶手在最后一段写道：判官不是一个人，
是每个人心里的恶念。当你希望别人死的时候，你就是判官。第二天，李元峰来办公室找我，他手里拿着一份资料。罗琳调去派出所之前，我们处理过一个案子，女尸骸骨夹在2栋公寓楼之间，现场有条红绳手链，后来不见了。谁拿走的？罗琳，她拿走手链之后就开始精神恍惚。我调出那个案子的卷宗，死者身份不明，至今未破。但有一条信息让我愣住了，发现尸体的那栋公寓，房东叫陈静英。陈静英就是小魏失踪前的房东，也疑似是那具地下室骸骨的人。把所有线索串起来，罗琳见过红绳手链，然后他开始恐惧，申请调职，最后失控杀人。方婉丽也见过那条手链，林青天也见过。那条红绳像是某种标记，被标记的人都会死。张彦铎坐在我对面，翻着韩东岳的心理学著作。你听说过判官疑案吗？10年前那个案子。对，当年的专案组有10个人，组长范喜生死于意外，组员接二连三出事，最后只有1个人活下来，那个人叫罗琳。我盯着书上那行小字，范喜生的儿子当年5岁，被亲戚领养，改名崔烨。崔烨26岁，燕通大学心理学研究生，导师韩东岳。我叫关虎。判官疑案的卷宗堆了半张桌子。10年前，有个精神病人抢枪杀了人，逃进民宅，杀了男主人，强暴女主人后自杀，女主人随后中毒身亡。警方发现他和凶手认识，怀疑是合谋杀人。就在这时，一本连载小说火了，小说情节和案子一模一样，作者叫韩东岳，燕通大学心理学教授。专案组怀疑是他操纵了杀人案，但找不到证据，组员开始陆续出事，车祸、械斗、坠楼，一个接一个，像被诅咒。翻到最后一页，看到一行小字：金河红绳。和小魏租屋里发现的一模一样。我打电话给小柯，他查了半小时，回电说政务室没有那条手链的记录，被人拿走了。要么是罗琳，要么是鬼。我把线索拼起来，罗琳在1年前的女尸案里见过红绳，他认出那是判官案的证物，他害怕了，拿走手链，申请调职，但他还是没逃掉。那个撑伞的女人就是来提醒他，被标记了，可女人是谁？我翻出咖啡屋的监控，用软件放大她手腕上的红绳，银扣的样式和照片里一模一样。屈红线，她自称屈红线，是因为屈田的小名叫红线。屈田就是10年前失踪的那个女人，她和有妇之夫私奔，被家人断绝关系，她死了，又死在那栋公寓的夹缝里。我愣住了，小魏租屋里发现的那具骸骨是陈静英的，那公寓夹缝里的女尸是屈田的，2具骸骨，2条红绳，一个判官，韩东岳。对，他让屈田帮他杀人，然后杀了他灭口，让陈静英帮他调查，然后囚禁他致死，让罗琳帮他做时间证人，然后20年后再杀他。可罗琳没死在他手里，他死在游戏里，判官游戏。窗外天黑了，我盯着那堆卷宗，突然想起一件事：小魏的小说里，凶手是个心理学教授，他操纵所有人，让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被判官选中的人。教授有个助手，助手帮他杀人，最后也杀了他。崔烨，韩东岳的助手。张彦铎没说话，我打电话给谢凌云，让他帮我查崔烨的底细。10分钟后，他回了条消息：崔烨，26岁，燕通大学研究生，养父母是普通职员，生父不详，生母在精神病院。我点开附件里的照片，那是一张年轻的脸，清秀文弱，戴着眼镜，但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很久，这双眼睛和曲田的照片里那双眼睛一模一样。我忽然想起那个撑伞的女人，她转身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个眼神和照片里的曲田也一模一样，可她明明已经死了10年。我叫关虎。第2天一早，我去了精神病院。崔烨的母亲住在重症区，她60多岁，头发花白，坐在窗边哼歌。护士说她精神分裂20年了，不认识任何人。我隔着玻璃窗看了她很久，那轮廓和曲田有几分相似。她丈夫呢？死了20年前，意外坠楼。她儿子呢？偶尔来探望，最近一次是上个月。我离开的时候，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年轻男人，他站在楼梯拐角，背对着我，像是在等人。我多看了他一眼，他转过头来，是崔烨。他冲我笑了笑，转身下楼。我追出去，他已经消失在人群中。那天下午，谢凌云给我发来一段录音，是韩东岳和崔烨的对话。警察会查到我？开什么玩笑？10年前的判官案，他们查了多久？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？催眠杀人吗？当然不是，是有人去干掉他们的。女人一旦被爱情冲昏头脑，会为你做任何事，就像曲田那样，就像你迷恋我一样。录音里传来笑声，然后是崔烨的声音。那接下来该杀谁？江楚卫还是李元峰？录音到这里断了，我握着手机，手在发抖。这段对话是谁录的？崔烨自己录的。为什么要在现在放出来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他在收网。我冲向韩东岳的办公室，楼道里已经围满了人，学生们议论纷纷，说广播里放了一段教授的录音，全是杀人计划。我挤过人群，冲进办公室，韩东岳不在，窗开着，楼下传来尖叫。我趴在窗台上往下看，韩东岳躺在血泊里，旁边是他摔碎的公文包，照片散了一地，有一张沾了血，是曲田。他跳楼了。我冲下楼，挤进人群，韩东岳已经死了，
眼睛还睁着，看着天空。人群里，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，他站在10米外，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。我认出他是崔烨，我冲过去，他转身就走。我想冲过去抓他，但张彦铎按住了我的肩膀，让他走。他杀了人，他是证人，这些录音是他录的。我愣住了。他用10年时间做了一件事，让韩东岳认罪。那他为什么不交给警方？交给警方有什么用？10年前那场案子，韩东岳有证据吗？没有。现在这些录音能当证据吗？杀人犯已经死了。我无话可说。我追到校门口，他已经上了一辆出租车，车开远了。我站在原地喘气。我叫关虎，我在赶去精神病院的路上接到了张彦铎的电话。崔烨在精神病院门口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等他。我愣住了，有些事比抓凶手更重要。电话那头传来一声枪响，然后断了。等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崔烨已经倒在血泊里。狙击手，他还没死，叫救护车。我掏出手机，手在抖。崔烨躺在地上，眼睛半睁着，像是在说什么。我蹲下去听。我没想杀他。谁？韩东岳。我只是想让他认罪。我愣住了。你恨他？不，我爱他。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声。崔烨闭上眼睛。后来我在卷宗里找到了真相。崔烨的父亲叫范喜生，是判官案的专案组长。他追查韩东岳半年，最后死于意外。崔烨的母亲精神崩溃，被送进精神病院。他被亲戚领养，改名换姓。20年后，他考进燕通大学，成了韩东岳的学生。用10年时间，把自己变成韩东岳最信任的人，陪他做研究，陪他杀人，陪他玩判官游戏。他录下每一句对话，记下每一次计划，然后在最关键的时候把录音放给全世界听。他让韩东岳亲手毁了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我在医院守了一夜。崔烨的手术做了6个小时，子弹取出来了，人没死。第2天早上，张彦铎来看我。你知道是谁开的枪吗？我没说话。是老家伙的人，崔烨知道的太多了。他活着，真相比曝光更可怕。什么真相？韩东岳不是一个人在玩这个游戏，他背后有人提供了杀手资金，还有实验场地。实验？判官游戏是心理操控的实验。老家伙想知道一个人可以被操控到什么程度。我握紧拳头。崔烨是他们培养的实验品，只是实验出了意外，他失控了。失控？他爱上了韩东岳。我沉默了。张彦铎转身要走。你去哪？找老家伙。我跟你去。他看着我，笑了笑。你确定？我站起来。我欠崔烨的，他做了我不敢做的事。窗外天快亮了，远处的高楼上有个人影一闪而过，他手里拿着望远镜，正对着我们。我看到他手腕上有什么东西在反光，是那条红绳。我叫关虎。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真正见识了张彦铎的另一面。我和小魏被吴钩带人绑架到旧公寓的天台上，我被这个死变态注射了肌肉僵硬药剂，像个死人。你迟到了。张彦铎没说话，盯着我胸口的血。放心，没死，只是道具。不过你再慢点的话，就不一定了。看你紧张的样子，真有趣。张彦铎动了，他的速度快得我看不清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有2个黑衣人倒在地上，第3个被他踢飞，撞在墙上，骨头断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老头子在看呢，让他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彦铎没理他。开枪啊！打死我，你弟弟就能活。张彦铎的手指按在扳机上。别。他没回头。吴钩笑着往后退，翻身跳下天台。张彦铎冲到边缘往下看，吴钩已经顺着绳子滑到了地面，上了车。天台上安静了，从椅子上挣开，扯掉胸口的血浆带，看着满地尸体，脸色惨白。这些人都是你杀的？张彦铎没说话，我气愤极了，站起来从地上捡起一把枪指向他。你答应过我不杀人？我没答应不杀人，我只答应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杀我，我不会还手。我握枪的手指在发抖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杀他们？因为他们在你身上装了炸弹。我愣住了。吴钩说了，如果我不来，如果我不动手，炸弹就会炸。我这才注意到自己衣服下面那个不起眼的装置。张彦铎已经走到我面前了。开枪吧，杀了我就说我是凶手。你救了人质，你是英雄。我盯着他，1秒，2秒，3秒，枪响了，1枪，2枪，3枪，子弹从张彦铎耳边擦过，打在他身后的墙上。我最后还是把枪扔了。滚，滚远点，别再让我看到你。张彦铎看着我笑了，然后他转身走进夜色里。天台的门在他身后关上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。我蹲在地上，把头埋进膝盖里。远处传来警笛声，越来越近。可我知道，等警察上来的时候，这里只会剩下一个浑身是血的小魏和一地再也站不起来的尸体。我叫关虎，是负责判官案的警察。崔烨醒了，他看着我，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妈还好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才反应过来，他说的是精神病院那个女人。她没事。他闭上眼睛，嘴角动了动，像是想笑。我从小就知道我爸是被人害死的。我妈疯了之后，我一直在想怎么给她报仇。后来我查到韩东岳，他是心理学教授，是公众人物，我没有证据，杀了他我会坐牢。所以你想了这个办法？不是我想的，他教我的。他教我怎么操控人心，怎么让人心甘情愿地走向死亡。我只是把他教我的用在他身上。
我沉默了很久。你爱他吗？他没回答。窗外阳光照进来，照在他苍白的脸上。判官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死一个人，只是没想到死的不是我。他抬起手，指了指床头柜上的手机，屏幕亮着是一条短信，发件人未知，内容只有2个字：等你。我叫关虎。判官案结案那天，我去了小魏的租屋，地下室被封了，但我有钥匙。我打开隔板，顺着楼梯走下去，桌上放着那台笔记本电脑，屏幕还亮着，是判官的最后一章。我往下拉，看到一段话：判官不是一个人，当你希望别人死的时候，你就是判官；当你害怕死亡的时候，你也是判官；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更是判官。因为爱会让人做出最疯狂的决定。就像我，下面署名是曲红线。我盯着这个名字看了很久，曲红线，曲田的小名。那个10年前死在公寓夹缝里的女人，那个爱寒冬月，爱到愿意为他杀人的女人。可这篇文不是他写的，是小魏写的，但他后来被绑架了，就没有写完。那最后这几段是谁写的？我翻到文档属性最后一次修改时间，寒冬月跳楼的那天晚上。我想起谢凌云说过的话，你们兄弟俩所到之处都能遇到大案子，可这次案子不是我破的，是一个疯子用自己的方式让另一个疯子认了罪。我合上电脑，走出地下室，外面天黑了，街角站着一个人，张彦铎靠在一辆出租车上，看到我招了招手。崔烨醒了。我知道。他说他爱寒冬月。张彦铎没说话。你觉得这是爱吗？你觉得呢？我答不上来。他上了车，关上车门前说了一句：判官案结束了，但有些事永远没有答案。车开远了，我站在街角，看着尾灯消失在夜色里。可我没有回家，我转身又走回地下室，打开那台电脑，文档的最后还有一行小字，我刚才没看到。哥，我知道你在找我，等我。我叫关虎。判官案结案后1个月，我收到一封信，没有寄件人，只有我的名字。我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照片，精神病院的走廊里，一个年轻男人站在窗前，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眯着眼睛，嘴角带着笑。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，我早说过了，台下的戏更精彩。我把照片翻过来，盯着那张脸。崔烨，他还活着，子弹没打中要害，他活下来了，但他没有回学校，没有去见任何人，他消失了，就像曲田消失了，像陈静英消失了，像所有被判官选中的人一样。不同的是，他是自己选的。我把照片收进抽屉，和那些卷宗放在一起。第2天上班，江开问我要不要去看寒冬月案的庭审。没意义，主犯死了，从犯失踪了。那凶手到底是谁？我看着窗外，是游戏本身。那天下班，我去了涅槃酒吧，张彦铎在吧台后面擦杯子，看到我笑了笑。今天喝什么？随便。他推过来一杯酒，蓝色的，带着咸味。蓝色海洋，你最喜欢的。我喝了一口，还是咸的。你什么时候走？他没回答。老家伙不会放过你的。我知道。那你……关虎，有些事逃不掉。我看着他，他摘了眼镜，揉了揉眉心。判官案结束了，但我的游戏刚刚开始。窗外天快黑了，远处的高楼上有一道光闪了一下，狙击手的瞄准镜。我没说话，站起来走到门口，红铃响了。我回头看他，他冲我笑了笑。下次来，请你喝别的。我推门出去，身后酒吧的灯还亮着，可这一次我没有走远，我站在街对面的阴影里，等着那道光再次闪烁。10分钟后，它亮了，我冲过去，但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地上一个烟头还在冒着烟，烟头上绑着一根红绳，在夜风里轻轻晃。